嗨，嗨，自己要讲的是死亡的过程啊，这么严肃啊？不会啊，为什么会严肃这种呢？话题有人会提出来讨论的吗？好像没有看过有人提出来讨论的。对啊，或者是其实大家也不太知道死亡的过程，对啊，也没不太办法讨论知道，。而且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哦，死了然后就没事情了吧，就不存在了，对啊，灰飞烟灭了，对啊，哦，没了，没了，就这样没了。如果这样就没了，那不简单，那大家就像关电视一样关掉就没事，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哦，没那么简单，想太多，想太多了。其实死亡之后，其实有点像这样子啦。今天我们像播韩剧或播什么一样，53集过后，然后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下一次8点档还是会有新的片子上映。对啊，对啊，那所以另外一个人生就会继续开始啊，就开始演别的这样，就一直循环啊，就一片一片，反正8点档总是有这个剧可以看嘛，总是在演。那我们人也一样啊，一辈子结束之后，总是又开始了，那就是说结束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那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到下一辈子在开始之前会发生什么事啊？或者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到底会怎样？好像都很少有在说这些。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说这些的。说这些。你记得你怎么死的吗？我不记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真的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人其实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就不是有很多死法吗？很多死法。其实这个3次元的地方有3次元的死法，那不同的转世有不同的死法，也跟我们这边不一定是一样的。小时候我一直常常做一个梦。什么梦？就是梦到一样的场景，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梦到同样的场景，然后又梦到一样的场景，然后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个场景大概是这样子，就我好像在一个黑暗里面飞行，然后就我就朝着这种方向往前飞，慢慢往前飞这样。那前面呢有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像一个像摩天轮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好像有一格一格这样，一格，感觉上是不是视觉化有一格一格，其实我有点忘记，但是感觉上有一格一格这样。那我就慢慢靠近那个地方，慢慢靠近那个一个轮子这样，慢慢靠近。那整个场景好像是一个像太空一样的，那我就在那边飞行，那慢慢靠近那东西之后，然后我就忽然被一个强大的吸力这样吸进去，咻，然后就进去，然后咻进去之后就砰，然后就砰，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就一转换成另外一种感受，那差不多梦到这里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梦境，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这种剧情，就不断的循环，梦了不知道几次了，常常做这样的梦。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我入胎的经验。入胎啊，就是我投胎的时候的感觉这样，然后投胎，然后就进入那种感觉，然后咻被吸进去，然后就进入胎里面。所以每个人投胎真的都是这样吗？每个人投胎，这个是比较好的经验，然后有的经验没那么愉快这样。投胎还有不愉快的。投胎也有不是那么舒服的经验。是哦。每个人其实大同小异，但是不见得是舒服的。那有的主要是看他是不是自愿的。自愿的。等一下会讲到就是死亡之后如何能够自主自己要去的地方，然后怎么样才能够自主，而不是被轮回的力量然后拉去这样，然后搞不好一醒来在哪里看自己怎么脚这么短变成一只小猪，就被杀来吃。对啊，搞不好就被煮来吃。当然那时候可能就忘记前辈子是人。那这种轮回啊死亡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先讲怎么死的好了。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这个人生的经验走到尽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开始陷入一种类似半昏迷的状态，然后神志不是很清楚，有点像半梦半醒这样。开始像度孤这样，然后就觉得全身开始变冷啊。我有这种经验过。非常冷，然后意识一直没办法集中意识，然后很冷这样，就感觉不妙，呼吸也渐渐没办法呼吸，然后感觉全身一切的生命线好像都在衰退一样。喝死藤水有这种感觉啊？真的，喝死藤水就是有这种感觉。我有喝过，但死不了，就会有濒死经验类似的感觉。类似啦。然后整个身体就会完全不能动弹，然后越来越迟缓，然后意识越来越模糊，然后越来越冰冷，然后就后来就完全进入一种昏迷的状态了。昏迷的状态之后不是就没事了？那这时候你会感觉到
身体有4个方面，它会开始瓦解。人家说是像佛教的说明比较精准，地水火风4个方面。地就是物质的身体，物质的这些肉啊什么这些东西，头发啊什么都是叫物质。地水就是液体，我们的口水啊、血液啊，所有对这些都是属于液体。火就是温度，我们身体的温度，有身体的温度。风就是气息，我们的呼吸，这个就是风。这个4个方面会开始瓦解。每一个方面开始瓦解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痛苦。像地开始瓦解的时候啊，这个物质的这个肉开始瓦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被撕裂一样，好像整个身体被撕裂一样，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虽然不见得是非常痛，它不是痛，它就有一种你整个人被撕开的感觉，就感觉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好像人被撕开这样。地水火风各有各的不舒服。那这4个不舒服过后，你就彻底会陷入一种完全不知道的昏迷的状态。那完全昏迷之后啊，就没有了意识。其实我们的意识并不是真的没有，意识与意识之间其实都是连接，就是从我们死亡，然后失去意识的那时候，然后到我们有意识醒过来的时候，其实它是接在一起的。那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看，其实它大概会过了1天半到3天的时间。等于说已经彻底死亡之后，然后过了1天半到3天的时候醒过来，醒过来，我怎么躺在那里？然后旁边我家人什么在那里哭啊，干嘛的？膝盖紧张啊，对就这样走了，然后就看到自己亲人啊什么在那里哭泣这样。外孙的哎呦喂呀！其实这里先说完这个题外话，再继续下去，因为这个很重要。亲人死掉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那里哭，千万不要在那里哭。你对那个亲人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刚醒来嘛，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看到大家在那里哭，然后发现自己死掉，然后这时候他悲伤就从内心里面一直涌出来，然后觉得很不舍。人死后他的不舍会造成一种现象。什么现象？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他一直本来可以去轮回，他不去轮回，到了最后他就会转换成另外一种生存状态，那叫做鬼道。所以很多人以为人死掉之后就变成鬼没有，不一定哦。那个是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一开始的那种形态，佛教称为中阴身，那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刚刚讲到死亡之后，经过了地水火风的痛苦之后，然后昏迷了，然后在1天半到3天之后醒过来。这时候看到自己躺在那里，然后看到亲人在哭泣等等。然后这个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生前的所有记忆，这辈子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就像快速播放一样，以速度3500倍，类似这样的速度，然后去播放这样。但是你在那时候接收每一个画面，你都会接收的清清楚楚，不会因为快转，然后你就完全看不清楚。完全知道每一个时刻发生什么，然后每一个时刻的那个情绪、心情，你都感受一遍。哇，好精彩啊！一辈子所有的事情，然后所有的情绪，然后全部感受一遍。所以有时候我们活着的时候，情绪不要波动太大。我很到那时候又感受一次，真的是。那我知道，就每天活得快快乐乐比较重要，最重要，活在当下开心啊。死后就不会有那么多，就再回忆一遍这样，感受一遍。然后那个过程就会然后你就在那里感受，在那里。你跑不掉，因为你整个画面，然后整个情绪、整个状态，然后全部都会演一圈。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你一生所有的情况全部演完，过去。然后嘞，过去这时候就会很短暂的一个暂停，之后就会出现不是一道，是整个世界变成非常非常明亮。明亮到你眼睛无法打开的那种情况，然后非常的亮。一个白光，一个白光，你融在那个你在那白光里面，然后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一般人那个白光出现的时间到那个白光消失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就没了，很快。那个白光到底是什么？那个白光就是宇宙的本源，也就是我们称为的家吗？家，没错，家会在那时候很短暂的出现，你如果能够在那个很短暂的时间内把一切的念头都放掉。
然后把一切思想都放掉，然后完全不要有恐惧，完全融入那个白光里面，那你就可以回家了，就不用再轮回了，就不用再轮回，那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机会，所以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这样。每个人其实是不一定的，不一定啊。都有这个机会，但是时间长短是不一定的。对。时间长短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深入我们的内在，然后深入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意识常常保持在我们比较深的地方，这时候那个时间就会延长，白光出现的时间延长。那你常常有打坐啊，或者修持，或者你常常深入内在，达到某一个程度的话，那个状态甚至可以维持到3到5分钟。那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回去还是要再玩？要再玩就不要进去，然后不玩了就进去就回家了，回到宇宙的源头，回到我们最初来的地方。那这个很多修行的人，他追求的就是活着的时候我没办法解脱。那我就把握住这个机会，那我就尽量让自己活着的时候能够宁静，然后能够深入自己的意识，然后在死的时候一出现那个状态，然后他自己会记得来了，赶快把握机会啊！来了，但那时候完全放轻松，融入它，就回去了，这是一个机会。大家如果对于想回家的朋友，活着的时候就多修炼，然后多深入自己的内在，即使活着的时候没办法回家，也可以在那个死掉的时机来的时候就可以回去，那是一个机会。在这个白光出现，这个就是我们内在最深层连接到宇宙的这个源头的光芒。这个光消失之后，一般人如果没有修行的话，没有修炼的话，他就是这样就没了。没了之后，这时候好戏就上场。好戏，真的是好戏。什么好戏？我们在经过这个白光的阶段之后，然后从那时候大概也只不过第3天之类的，然后从第三天到40几天，这段时间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都在幻觉里面。其实有喝过死藤水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幻觉，但是没有幻觉这东西，不是吗？没有幻觉这个东西，所以在那时候意识就会显化情境。对，就是其实所有一切都是意识显化的没有幻觉。对啊，现在看的一切都是意识显化的对啊。但是在我们中阴身，就是离开了这个身体，然后在死亡的那个过程中，意识显化的能力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的好多倍，非常多倍，可能有10倍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我们内在有一点点恐惧，它就显化成一个很大的恐惧的情境来让你接触。比如说你就会被魔鬼追啊，然后被恐怖的东西咬啊，然后被什么吞没啊，什么什么幻境都有那是内心的恐惧。内心的恐惧就只有恐惧，没有好一点的？当然不是啊，好的坏的你都可能会遇到。所以大家真的是活着的时候也要去好好的深入内在，好好的处理。开心点，开心点，真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自己准备到在那些幻境来的时候不会被影响？那些幻境来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幻境的时候，你特别抗拒它，或者特别被吸引的时候，你就会投胎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所以投胎是按照你的情绪，按照你的情感，在某一个很大的强度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作用。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我们不是经过这种过程来的，那是另外一个过程。我们不是轮回，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轮回，但是它轮回过程是一种，就是被安排好的。安排好，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我们曾经在一个高文明进步的一个很高文明的星球，就是昴宿星。那他们那边有一些发明是可以让昴宿星人转世到其他星球的。那会痛吗？不会痛。不会那很赞哎。你很怕痛？我怕痛。那不怕痛就好了，对啊。不会痛就好了，这样。不怕痛了就会怕痛的话，你也可以修行到要死之前就先离开身体。对啊。那就不会有那种痛觉。那刚刚讲到幻境，就会一直出现被鬼抓被魔鬼追然后什么。然后被师承羁绊什么之类，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基于内在的恐惧什么的。然后当然内在其他的方面也会显现出来。那也有人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那时候跑出一些幻境来，然后就看到一男一女在做爱，
就幻境，然后看到那个在这种幻境里面啊，然后他就被那个场景吸引了，然后就引起他很大的这种欲望，然后他就越来越靠近，然后咻就被吸进去，然后就入胎了，然后醒过来的时候就变成猪。真的，应该就地球很多人都会这样吧？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那么欲望，大家不要那么欲望，看到哇，小心哇，嘿嘿，这种到时候就嘿嘿了，了，对，就是就平衡啦，不要太那么欲望，就看到就很想，对啊，不然死后你就看到那个画面，你就被吸引，然后靠过去，你就咻变成一只猪，就变成一个动物啦，他看到就是没有智慧的动物，他看到纯粹就欲望这样，对啊，所以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在死后自由的，然后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样相信大家这样觉得很棒，很有兴趣。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就是当你看到所有情境的时候，你只是很单纯用一种观察的角度去看待它，而不会被它拉着走，你不会被它吸引，不会联想，不会产生延伸。这时候你纯粹只是像看电影一样观察，甚至连看电影的那种心情都没有，只是看，不是骂脏话，不是看哦，去看。当你能够保持这种观察者的角度的时候，那些幻境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拉动。只要很快你没有被幻境拉动，你很快的时间，你就可以从你内在这种不管是任何的情绪里面解脱出来。然后这时候你就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自由的灵魂。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他就有一种想法，想说，既然这样，我就重新回来再做人。然后我再帮助别人。然后他再重新回来，因为他可以自主自己的去向，然后他在变成人类的时候，甚至他可以选择他的父母亲都可以。然后他来投生，然后变成人。然后进入胎里面的时候啊，他完全是清醒的。他知道他在肚子里面是什么感觉。然后同时他也保留他前辈子的所有的记忆，他不会迷失掉。哇，可以这样。这个叫入胎不迷。这种再来的人他自己已经自由了，但是他愿意来。那它就会产生这种入胎不迷的现象。这需要修吗？需要修，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对，所以就可以再来这个地球，但是不会忘记前世。所以不一定会忘记入胎不迷。那你是这样吗？我还不是。你还不是？为什么？因为我入胎就迷啦。我入胎就迷了，所以因为我们上一辈子不是这样的过程来的。不是这样的过程。对啊，我们上一辈不是地球人，对啊。所以我们来就进入了这个帷幕，然后就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这样，没有记忆。对啊。那刚刚讲到死亡过程，幻象就会不断出现，不断出现，每天不断的出现。所以在那经历那些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我们的那种喜怒哀乐深层的都会被挖出来。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有些什么心情，有些对什么东西执着。执着其实不是说我要的东西我才执着，包括我抗拒也是一种执着。对啊，我要跟不要，都是一种执着。这种执着越多的话，在那时候出现的幻境就越强烈，而且会比活着的时候强烈好多倍。在这种很多倍的情况下，我能不能保持一种只是看的角度，那就很难说了。就是我活着的时候，搞不好我觉得，我可以啊，凡事我都很淡然，然后看着一切的发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了死的时候，那个情绪是你活的时候很多倍的时候，你能不能继续保持住，那又是一个问题了。对啊，整个过程这样子，一直到第40几天。以佛教来说，它会有一个理论说49天，7749天，7749，其实不一定是49刚好的那一天，但大概是这个差不多的时间这样。那你就已经轮回了。就是中间遇到很多幻境的时候啊，你就会被吸到某一个轮回里去，然后就到另外一个世界投生了。那如果过了这个时间还没去的话，就是代表你很执着原来是人当人的这个经验就哪里都没去，就一直想着做人。地球有这么好吗？也不是好，他可能放不下他的亲人啊什么的，亲人啊什么啊，甚至放不下他的房屋啊，他的房租还没缴。对啊，他的钱啊什么，哇，我有500亿，我500亿还没花完，还没花完啊，我只说争遗产啊，然后就脑袋就一直这些出现，然后就一直执着。
然后他没有出现别的，他别的幻象没那么强烈，但是就生前这些东西他抓得非常紧。这时候过了那个时间40几天之后，然后他就转换他的生命形态，又变成另外一种存在，那叫做鬼。鬼，就是一种频率比较低的存有。那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是不是很舒服的？那所以怎么样？因为他在死亡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有时候幻象没有一直出现的时候，他还是会感受到他亲人啊那些正在做什么。如果亲人每天哭哭啼啼这样子啊，就让他那个执着原来世界那个心就特别重，所以会哭到他最后啊舍不得离开，变成鬼。所以真的不要哭，尽量不要哭。应该是你去跟他讲说，现在一切都已经非常完美，非常好。我们也懂得照顾自己啊，我们也很好了。其实你不用担心，你可以安心的去，让他安心你有你的道路，其实你可以去到一个很棒的地方，你放心。对啊，就正面一点，对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一集讲死亡就讲到这里吧。OK， 对。好，拜拜。拜拜。